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有没有经常怀疑别人是否真的尊重自己？无论自己已经多么努力了，还是不能赢得每个人的尊重，没关系。但如果发现自己能让刚认识的人就成为敌人，那么在让自己变得更好上，也许有盲点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别人不尊重你的6个原因。一切都是关于你自己的。你是否主导了谈话？一直在谈论自己生活中所做的一切，不给别人任何插嘴的机会。虽然可能觉得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，但如果对方不能理解你说的话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兴趣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在被聊天，而不是主动聊天。如果觉得你的对话伙伴开始失去兴趣，可以每隔一段时间问问他们的见解和问题，让他们重新回到你们的谈话中。不理会别人的想法。是不是很容易忽视别人的想法？这样做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让自己的熟人渐行渐远。乔安娜·拉塔德和他的团队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，拒绝会威胁一个人的归属感，并进一步阻碍他人帮助你。这意味着通过不断地告诉别人错误，或不断否定他们的想法，可能会慢慢侵蚀自己和他们的关系。不要批评他们的想法，试着用一种更支持和同情的语气说话。而且，即使他们的想法和你的不同，你展示自己的方式也会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试图控制他人。会不会试图整天监控对自己的重要的人的社交媒体或需求？控制型行为是指试图通过操纵他人来掌控他人生活的行为。控制行为可能不会在一开始就出现，但一旦关系开始变得更加亲密，控制行为就会逐渐升级。这不仅会让对方失去对你的尊重，还会让他们害怕你。如果你对他人表现出控制行为，这是双方都应该解决的问题。如果解决不了，就求助专业的心理医生吧。没保持距离。你总会让事情顺其自然吗？如果你从来没有习惯过，设定界限可能会很困难。但这非常重要，因为界限可以在精神和情感上保护你。当你缺乏界限时，会给别人一种错误的印象，认为你的身份是由其他人决定的。遇人不淑的话，界限还可能被利用。为了设定界限，你必须设定好界限并告诉周围的人，然后详细说明如果他们不遵守的后果，这样才可能培养起健康的人际关系。太频繁的道歉。即使不是故意的，是不是还会说对不起？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过度道歉呢？通常都是感到不舒服，没有安全感，害怕让对方失望时才会道歉，也可能长时间道歉，以至于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习惯。道歉给对方的信号是应该为一些甚至不是自己的错误负责，这可能是自卑的表现。如果想让别人尊重自己，试着小心选择自己说的话，这意味着只有在自己认为有必要道歉的时候才道歉，而不是一个备用短语。食言。有没有过说几分钟后就到，但一直拖着没出门的时候？或者告诉过自己的老板、老师或辅导员，会在最后期限前提交一项任务，但却没实现。在合同出现之前，口头承诺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为之一，它表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和合作，即使只让别人对一个秘密窥见一斑。这个意图已经玷污了自己和秘密讲述者的关系。如果表现出自己不够可靠，不是可以倾诉的对象，可能会让其他人觉得不值得信任，他们可能会以不尊重你作为回报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100%取悦每个人的方法，但只要我们对自己和他人都怀有真诚的善意和同理心，就能成为被别人喜欢和尊重的人。你做过上面提到的哪件事吗？打算改变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记得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可能会从中受益的人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多多保重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